百物涨价，马国逾万人上街集会倒安华，黑衣怒潮席卷吉隆坡独立广场的人潮背后，是马来西亚自安华上任以来政局最具争议的一刻，近万人走上街头，高喊安华下台，而在野党国盟却声称，这场集会参与者超过50万，这一数字是否被夸大？与其规模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为什么抗议？百物涨价，生活压力空前，这些民众究竟不满什么政策？甚至连前首相马哈迪都公开发声炮轰现任政府，是什么使马来西亚今天的政局陷入僵局？而安华，他眼前的危机到底有多严重？对于这场集会的规模，官方和媒体的数据出现了不小的分歧。内政部报告显示，大约有18000人参与，但国盟阵营则高调宣称人数至少50万，一个夸张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。无论实际人数如何，这场集会确实展现了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，更多普通民众正因为看不到经济改善而走上街头。政府的补贴不过是短期措施，根本无法解决长期物价上涨的问题。百姓期待的是改革，而不是拖延。税收增加，生活却越来越难。毕业后，想找一份好工作已经像是空谈。大学生的未来何去何从？这些声音代表着广场上千千万万民众的诉求：减轻负担，控制物价。这场人潮背后的怒火，究竟更多的是针对过去1年施政的不满，还是对安华个人的不信任？让我们接着看看这场集会中的重要人物都有哪些动作。这次的集会吸引了许多重量级政坛人物的参与与表达，尤其是2位前首相的罕见激烈表态。首先是曾经执政22年的马哈迪，他一向言辞犀利，这次直指安华并非人民选出来的首相，呼吁他主动辞职，为国家找到更有能力的人领导。随后是国盟主席慕尤丁，他说得更直接，指责安华政府漠视民意，放任物价飙升，人民受苦。两人的发言再次让马来西亚政坛的对立情绪公开化。面对这些声音，安华似乎淡定回应，他表示没人邀请我参加集会，并坚称政府的团结政策将推动长远的经济复苏。而这场政坛之间的角力，是在野阵营蓄意的政治颠覆，还是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真实民意？值得注意的是，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也在近日表达不满，要求联邦政府返还地方的税收，更有柔州摄政王推荐每年返还25%的税款，用来解决地方发展问题。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紧张关系是否正变成新的危机信号？和平集会结束后，政府和民间支持者之间的舆论争斗却没有停下。内政部长塞弗丁特意强调，这次事件在宪法保障下合法进行，完全体现了县政府对集会自由权利的尊重。这是一种政治进步，还是避免更大抗议的谨慎策略？然而，另一场争议却集中在集会后的现场清理问题。当局指出，遗留垃圾重达2万公斤，甚至有现场出现秽物堆积的报告。一些集会支持者则坚称，他们已经清理干净，政府方面的数字只是曲解事实。这种反反复复的争论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民间分裂的关系。集会结束了，但冲突仍在延续，政治分裂和民众绝望的呼声，在这场事件中似乎更加凸显。我们接着来看，安华政府是否真的处于执政以来的危机中？分析安华政府的执政以来1年的成果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。首先，物价方面，数据显示，通胀率仍居高不下，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近20%。其次，失业率虽从过去的高点逐步降低，但就业市场未见明显改善。而柔州地方要求税收返权的声音，正成为地方政府对联邦政策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但另一方面，安华政府近期推出加强补贴计划，预计每月为普通家庭节约约250马币。虽然杯水车薪，但这是否能有效缓解最基层人民的困顿？这场政局风波究竟会持续多久？安华是否可能成为众议院逼宫前的政治牺牲品，还是他能凭这些新政稳住局势？答案仍需要观察。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整件事情。我们从集会的规模到政坛风云人物的发生，再回到经济困局以及民众日益高涨的失望情绪，
这场百物涨价背景下的政治风暴揭开了一场深层信任危机。如果安华不能及时平息民众的不满，他的执政道路将面临更多荆棘。未来地方与国家之间又是否可能产生新的政治博弈，甚至引发更大的抗议潮？你怎么看这场危机？你认为是国盟的政治布局，还是安华改革失败的结果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讨论马来西亚政局的走向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个视频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东南亚政治动态的深度分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